Hello，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邱伟。我们现在开始做的是英检模考班的上课重点。那首先呢，跟各位说明一下英检的几个重要的地方。那麻烦老师帮我按一下滑鼠。好，第一个，我们考试的资格一定要满12岁，所以12岁的年纪大致上是落点在小六升国一，就是小六毕业典礼过后。所以当月如果是7月考英检的话，小六毕业典礼大概是6月底。那如果说他是6月底要考英检的话，他必须要减负他的毕业证书。那满12岁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认知发展成熟的阶段，所以孩子可以在这个时候做报考。那需要准备什么呢？2寸大口罩、电子档的部分，因为现在开始都是用电子化的上传，所以包含多益的考试，我们都是用电子档上传。那小朋友他会有附有照片的身份证影本或者是健保卡影本，那一定要有照片哦。如果没有照片的话，那个是不能够被采纳的。所以如果要办理身份证的话，要尽快到我们的户政事务所，然后拿着户籍成本，然后由家属自己亲自办理，它那个非常的快。好，那英检好考吗？大部分的英检是不太好考，可是它基本上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充足的字汇量，单字需要具备的是2168个单字，所以在我们佳音的还有我们的相关系统，我们都会具备大概是2300到2400字的字汇量。在完成学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报考英检。那它第二个是一个国家考试的概念，英检为国家考试有听力以及阅读，所以老师建议上正课之外呢，还可以搭配我们的模考练习，再加考试的经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英检的通过标准是什么哦。英检的通过标准满分是120分，最低通过标准为72分。那阅读也是满分120分，最低通过标准为72分。不过呢，它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2科加起来的总分需要达到160分才能够通过。那如果假设它2科加起来是144分，基本上它是无法通过的，虽然有达到最低的标准，可是呢，如果是2科都是80分的话，它就能达到最低的标准160分。通过之后呢，我们会让孩子去考复试，那复试要额外再报名，到时候就是通过之后，他会有资格，在网络上就已经会有具备资格，我们可以在团报的时候再帮他把复试的资料准备一下，报名。那这次的英检呢，它比较特别的是这样子的，早期的英检只要复试1科没有通过，它就代表需要重新考复试。那不过现在复试呢，可以考到4次，所以说孩子他如果假设第1次复试2科都没有通过的话，他还有其他3次的机会可以报名。那他的考试的状况是这样子，第1次没有过，第2次如果他错过了，他也等于说是丧失了1次机会。再来是第3次，他如果没有去报名，就丧失了第2次的机会。所以换句话说，你要随时非常留意一下考试的资讯日期，什么时候报考复试。如果你没有考过，紧接着要在第2次的时候赶快报考。再来通过复试1科，假设通过了我们的口说，他并没有通过复试的写作的话，怎么办呢？你可以单考我们的写作即可，就不需要再额外的把口说跟写作一起重新考喽。所以只需要再考写作即可。好，那写作的部分我们依序有引导式问题、单句写作、句子改写重组，还有个段落写作。段落写作就是基本的标准是50个字，所以我们设定的目标是50到55个字为一个完整的段落写作的字数量，所以你的字数不能多哦。好，如果你写到60、70，会造成你可能不会通过，因为它会测验你会不会去掌握字数的能力。那段落写作、口说、附送、短读短文、回答问题是我们的口说。那口说的部分有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呢，每题至少要回答15秒钟，它最多可以回答到15秒钟。所以你在回答的时候呢，尽可能跟孩子说明，我们每一题至少回答2句到3句话。
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那我们基本上训练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正课的时间之外呢，跟家长告知说，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家长服务。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收一下简单的影音费跟教材费，帮他买一本书。此后呢，我们就会让孩子，他只要有交了这个教材费之后呢，他也会有相关的英检模拟考试。只要是我们的单位提供的，都可以不需要再额外付钱。好，那在我们内部其他校室的部分，我们第一次收1000块。那它有了记录存档之后，它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复试模拟考的训练。好，那基本上我们练模拟考训练是1.5个小时。那模拟考试书写的部分为30分钟，播放听力。听完之后，让孩子马上30分钟写阅读。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因为提升他的写作的速度，就是作答的速度，然后利用30分钟来快速做检讨。那我们重点在于单字、文法难点，还有背诵单字哦。OK， 那我们来看，那我们初试要通过的基程有哪些呢？基本上要求学生听第一个字就是5个 W 的 when、how、what、where、why， 这样5个 W 的部分。阅读的部分呢，要求学生仔细阅读，将不会的生字稍微做记号圈起来。基本上呢，英检中心会告诉你说，不可以在题目本上作答、做记号。可是因为了方便我们的孩子可以快速找到重点，我们都会请学生稍微的用铅笔做个记号，这是 OK 的。那叙述关键字像是时间、数字、名字，还有动作，还有我们的日期，这些比较关键的单字要稍微做个记号。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删去法。删去法的部分，假设说我们选项中有 good、nice、wonderful 跟 serious， 唯一的负面字叫做 serious，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正确答案。要让孩子去挑选负面字的这个概念。如果一般单字有很多种的话，我们会选择用删去法。最适合的答案，如果单字有同质性较高的单字，要挑比较适合的为主。OK， 假设说跟谁出发去买菜。OK， 他会说机器人、小狗还是奶奶？大部分的孩子可能会选择机器人或者是小狗，可是正确答案是奶奶，因为它是人。好，所以我们要选择比较适合的答案。好的，那我们口试的回答技巧就是尽量在附送的地方要大声一点，因为它会给各位学生一点时间做麦克风测试，所以你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呢，就要求孩子把他的声音说清楚，那方便麦克风收音。然后先阅读过自己，它会让你有个30秒的时间快速阅读过你要附送的题目，那稍微自己拼一下自然发音，所以在孩子不会的地方要有他自己必须要透过自然发音部分做练习。好，最后回答问题的部分，我们尽量用间接打句。假设他问你 What is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这个问题，台湾人口多少？小朋友他不会回答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你可以回答 I'm not sure what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Okay, I might go to ask my teachers or search the information on the net. 不要停，至少说2到3句，这是个答题的技巧。OK， 好，那英检没有考好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让家长知道说怎么去做预防呢？考不好的要跟家长分析，他可能是考试经验比较不足。或者是他为什么他虽然知道考试，可是他的重点比较不会抓，那我们要另外再约时间做充足的训练。告知他是国家考试，本来就是不是那么好考的，而且呢，它会有认知上的不同哦。有时候不是孩子不会，而是问问题的方式让孩子会选择最正确的答案。那如果孩子为国1，其实他的学程规划是用在国中3理加高中1的文法，所以如果孩子他对于一些像是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的使用，以及像是比较级、最高级跟完成式等等的过去完成式跟未来完成式等等的用法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在少部分的题型上面还没有达到100%正确的地方。因此呢，要告诉家长还需要一些时间练习，这样子。OK， 那我们现在开始示范如何解题。那我们在进行模拟考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
跟孩子说我们接下来读 CD， 所以各位老师要准备一台手提影像。那每一个分校呢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模拟试题本，那老师可以先把它印成 A4 的尺寸，正反面影印，这样子会方便小朋友比较能够翻阅，而且也比较节省纸张。好，那我现在开始播放的是初级的初试题目。全民英语能力分级检定测验，初级口说测验模拟试题。好，这时候你播下这个题目之后呢，让孩子就做安静的完成题目。这时候不用去跟他做任何的提示或讲解，直到他完成了之后，我们请他33分钟完成之后，再请他快速完成阅读题目。好，假设我们听完了，那我们开始要讲解阅读。原则上呢，我在对答案的时候呢，我会先快速的跟小朋友讲正确的答案。假设听力的1到5题，我就会直接念 C B B A A， 好，再来是 C A B B A C B C C B。念完答案之后呢，我会跟小朋友确认一些单字的文法，单字或文法上面不同，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解析本。每一本题目本上面都会有解析本的部分，它上面会有一些单字。假设说，他说第2题来说好了 ，What is the woman doing? A. She is doing the dishes. B. She is ironing her uniform. C. She is fixing the iron. 所以呢，小朋友唯一不懂的单字会是像是 iron 跟 uniform 这个单字。我就会请小朋友在答案在他的试题本上面直接做笔记。Uniform， U-N-I-F-O-R-M， 制服。OK， 那再来的部分，我们会再完成第2个。假设说 iron，I-R-O-N，iron 叫做烫熨斗 ，OK， 所以在这个阶段性的部分，我就会请他做个笔记。好，那完成听力的重点解说之后呢，我就会开始进行到我的阅读。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阅读的智慧语结构。假设说第1题叫做 It's very noisy. Could you stop the drum? 那选项中有 to play, B play, C playing, D played. It is very noisy. Could you stop? 这题在问什么？就是关键 stop 的用法。所以停止做什么动作，这是英检必考题之一。停止做什么动作？因为 very noisy 的状况之下呢，你可以停止 playing the drum 吗？所以选择 playing 就是停止做手边的工作。那我们来做个比较哦。Stop to be 跟 stop B-I-N-G 还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是停止去做某事，一个是停止手上的工作，停止。这时候呢，老师您就可以做个笔记在旁边给小朋友说明一下。那这个单字里面有没有哪点有可能是 noisy， 非常的吵闹？那可以稍微备注一下中文。好的，请问这样没有问题呢 ？OK， 好，那我们再做下一题哦。所以请小朋友完成抄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下一题。
那这个所花的时间，就是在试题上来讲解，老师一定要事先研读过。那你在规划注意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先挑出可能小朋友不会的题目哦。Do you mind? 空格 The door, please. 选项 A to close, B close, C closing, D closed. 好，那就是文法的老师，就这个文法的话，老师应该非常的清楚。mind 介意这个单词后面就是加 ing， 所以你要跟孩子讲说，看到这个 mind 这个单词叫介意。Sorry。好，你会介意做什么事情吗 ？Would you mind 后面会加一个 ing 的句型。那老师，我们因此呢，可以做一个比较，同类的部分有想是哪个单词呢 ？Practice 练习 ，continue 持续 ，keep 保持 ，look forward to 期待。这类的单词我们可以帮他整理出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这些单词的后面呢，通常我们都会加 ing， 所以你在每一次的题型讲解之前，各位老师一定要熟读这个文法。熟读文法之后呢，你在补充说明的时候，才能够有系统的帮孩子做整理哦。OK， 那最后的时光，我们就是用来单字的总复习。好，假设说我们今天列出来的单字有几个，像是假设说我们刚刚有列出来的单字，像是这个 conversation， 还有 tradition 这类的单字。各位老师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带孩子发音过，每个字要念过3次。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tradition, tradition, tradition， 传统 conversation 对话。那下课之前呢，同学每个字念3次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下课前离开之前的抽考。那小朋友离开之前，就问他对话，他就说 conversation c o n v e r s a t i o n。你说传统，他就要说 tradition t r a d i t i o n。以上如果他能够背得很熟的话呢，就代表说他通过的标准。那如果他没有背得很熟呢，请他至少把它念3次，会发音，有把中文笔记记上即可。好，这就是我们的在初试的阅读的部分。它的关键在于1文法的重点，2就是单字的难点，要把它挑出来之后呢，教孩子。OK。好，那最后呢，我来说明一下我们的英检的写作。英检写作的部分，它有几个简单的观念哦，各位我们一定要记得。第一个部分就是它一定要空4到5个小格的字的那个开头，假设这是作文。好，那我们一开始中文的格数很大，写作文大家知道都要写2大格的开头，可是对英文来说是4个到5个字母间距，所以就稍微留一个宽度，这边要开始写。那在写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句话叫做翻译。一般来说，引导写作的部分一开始的时候呢，它会有一段翻译让你知道，那你先阅读。假设说他这段的是 Jenny 昨天和家人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好，那这句话的翻译我就要告诉孩子，在空格了之后呢，我用蓝笔书写的地方就是指小朋友要书写的地方哦。好，就说教孩子如何翻译。Jenny, OK, had a wonderful
Balloon Festival. Okay. Yes. Yesterday. 好，那完成了之后呢，基本上孩子的发音没有问题了之后，那我们就紧接着继续书写。那我一开始的时候，他会显示出3张图片有 Picture 1、Picture 2、Picture 3。那基本上你要教孩子如何去串联，就是说连接词 transition word。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会教孩子使用 first、second。or third 来引导句子的先后关系。For example, first, Jenny and her family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food, okay, in order to have a barbecue. Second, they set a table and prepare to barbecue. Third, after they finish barbecuing, they went to watch the moon and enjoy the food. OK， 类似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连接，用 first、second、third 叫连接词的使用，在外国人的眼里，这个会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再来，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1翻译，2会有连接词。再来第3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叫做它的时态。好，时态的部分你全部都要过去式的话，那你就特别要注意有没有是全部都统一。那如果时态当中有一些是在肯定的事实，像是 I am a student， 这并不是事实 ，OK？ 那一句话结束之后，第2句话 I read something yesterday。And I felt 好，这就是第2句话开始的时候，如果是过去式的话，后面的那个单词 felt 可以改成过去式。那如果是一个事实的话，你可以用维持现在时一直 OK。可是原则上呢，我们在教孩子整篇的文章段落呢，大致上都是以过去式为主。那现在式搭配未来式 ，OK。好，最后我们要请孩子注意他的标点。好。孩子最容易遇到什么问题呢？譬如说，他不会用 and、but。好，还有就是他会一直使用不断的，没有任何的句点，所以要告诉孩子一个句子要完成，就是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句点，而不是一直用逗点下去。除非说你用的是 I love I like many subjects, for example, English, Chinese.And math， 这时候才用 and 这个部分，所以要教孩子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和连接词的使用。第5项呢，你就要请他检查字数，最后就是字数了。字数我们说过，它就是规划在50到55个字。那如果孩子写出来超过的话呢，基本上他就会被扣分。如果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呢，它的算法是这样子的。假设这句话这个文章当中有一些过去有一些错误被他找到，一个错误 ，OK， 那忘记标逗点2个错误，还有一个 spelling 的错误，3个错误，被发现3个小错误呢，就扣掉1几分。如果说作文是5几分为标准满分的话呢，你这样就是被扣掉1几分，你变4几分了。好，包含你的格式，这个地方也会正式被扣进来。如果说这是第1个错，第2个错，第3个错，只要被他发现3个错误，就是被减1分，1几分起来。OK， 好。所以说，大概通过标准会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希望孩子可以控制在错误大概是3到5题以内。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不要有低于3几分的部分，就是至少要3以上的程度才会有标准，这样能够通过英检的，不能被发现的很多的小错。OK， 至少要达到4分才会比较能够稳定。以上是我的讲解，谢谢。